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的女朋友突然间问你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会如何回答才能让她满意呢？现在请将你的答案留在心里，我们会在最后的彩蛋中公布答案。跟随我们的脚步，开始今天的内容。为什么小鹏在舆论战中输给了华为？这是华为系列第3期节目，我们将通过4期节目来讲述华为成功的原因，尤其在汽车领域，华为作为新势力中的新势力，如何能赶超魏小李 ，M7 订单量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破10万辆，实现遥遥领先的。魏小李在面对这位恶狼，又该从华为身上学习到什么？在上一期视频里，我们讲述了同样是贩卖生活方式，而非单单销售产品的方式。未来明明有比华为问界更有说服力的使用场景，有着新势力中最强的用户忠诚度，但为什么订单量仍旧深陷泥潭？一切的原因都在于未来引以为傲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能力上。有的地方仍有机会点，而有的方面却做得太好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上一期节目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这期节目的主角是华为与小鹏。小鹏作为新势力中最早给人留下技术理工男的印象，在自动驾驶的积累上也让人刮目相看，但就在最近与华为的一场关于自动驾驶 AEB 技术的舆论战中铩羽而归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场舆论战的始末。首先发难的是小鹏 CEO 何小鹏，他在采访中说道，有商讲了 AEB， 我认为 99% 是假的，它就是造假，那些宣传都不是公司官方发布的，全是来自小视频。我们的人也去问了，它的 AEB 根本不能开，路上误刹车的情况太多了。你可以把 AEB 理解成一种主动安全技术，在车辆传感器检测到危险的时候，可以主动刹车规避风险，保证车上的人员安全。而这个友商则是当时火热的问界 M7。 华为将宣传的重点放在了智驾上， AEB 这种事关汽车主动安全技术的技术，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智驾的重中之重。何小鹏发难之后，余承东选择在朋友圈中进行回应，后续他在评论中更是连续发声，矛头直指小鹏。而小鹏 CEO 何小鹏也在朋友圈中做了回应。此时舆论开始进入白热化，双方官微下场，各自晒出自己在 AEB 测试中的成绩，以及科普 AEB 到底是什么。而这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彩蛋，舆论开始愈演愈烈，不断有厂商负责人下场参与讨论的时候，有人在理想的微博底下问他怎么不参与这场论战。理想很坦诚地说，不和华为吵架实在吵不过呀。大家记住这个彩蛋，后面要考。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在懂车帝的一场关于 AEB 的测试中，小鹏的成绩远不如华为问界 M7 的视频，彻底将小鹏拽入不利局面中。测试结果发布2天后，何小鹏最终以一个简短的说明结束了这场论战。结束这场论战呢，看上去是懂车帝的测试，但实际上在懂车帝测试中，他们只测试了触发，不测试误触发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因为何小鹏的出发点也在于误触发 AEB， 汽车会突然大力刹车，反而会让用户体验更差，对辅助驾驶系统更没有安全感上。而华为的重点在于，在车速90公里每小时时，前方突然遇到突发情况， AEB 仍旧可以启动，远超行业的6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40公里每小时的标准。一个解决误触，一个解决触发条件，两者本身并不冲突。这就如同讨论你爱吃苹果，我爱吃橘子一样，本不应该吵起来，更不应该有输赢。甚至何小鹏在最后的声明中也说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但也正是这场误会，让围观群众觉得是小鹏输了，极大地伤害了小鹏在用户心中坚持技术路线的印象。小鹏输在了哪里呢？是不应该挑起这场舆论战？是没有炒对？是华为擅长营销或者舆论战？都是，也并不全是。商场如战场，舆论观点的冲突随时都会发生，并不是我不吵架，别人就不会和我来吵。一旦发生争吵，也并不是谁有理谁就能赢，更不会因为营销能力或者谁家水军多谁就能赢。这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华为与小米长达数年的纷争，两家从子品牌荣耀、红米到华为与小米，从赵明和卢伟斌到余承东与雷军，互呛互怼几乎没有断过。两家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，
甚至小米要早于华为做智能手机，用户多、忠诚度更高、粉丝舆论更占优势的前提下，华为依旧能早于小米做成高端，杀出重围。现在小米也选择与华为和解，在官方角度不再与华为正面交锋，而是华为做什么我们做什么，从央媒宣传开始，不断强化更广泛的品牌认知。这种做法直接让小米14系列在 Mate 60横空出世的前提下，依旧能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，甚至取得了比以往更好的销量成绩。我相信14肯定会比13卖得好，但是好这么多我是没想到的。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经典方式还是十分有效的。所以一开始技术为核心的小鹏确实不应该直面华为，或者说如果直面华为，就应该了解华为面对舆论战的作风。那么华为舆论战的作风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它的作风就是视频一开始我问大家的问题：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这种问题本身是一种陷阱，我们将其称之为封闭式问题。它看似有很多回答，但实际上只有是和否两种答案。如果你回答不是，你则需要向对方证明你是怎么爱我的。面对这种封闭式问题，如果你回答是，那正中下怀，你看你果然不爱我了，你是负心汉，你是对这份感情不负责任的混蛋，你就是这份无疾而终的感情的第一责任人。余承东在回应何小鹏的朋友圈中就用到了这种封闭式问题进行引导，居然有车企一把手还根本没有搞懂。这句话十分关键，后续何小鹏以及小鹏官方的回应都在说我搞懂了。何小鹏甚至亲自下场为大家解释到底什么是 AEB， 那这个行为就像是在回答我当然爱你，不信的话我证明给你看，我做了什么证明我爱你，哪些事情足以证明我的真心。回答封闭式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踩陷阱的行为，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而解释的越多，反而漏洞就越多，就会让自己更加被动。而余承东和华为问界的回应，则是以情侣吵架中最经典也是最气人、最让对方失去理智的方式回应：我不跟你吵，行了吧？面对这句话，你之所以会上头、会生气，是因为你的回答被困在了行和不行上。回答行，说明你认输了，你理亏；回答不行，那就需要更多的理由来佐证自己没问题。说多了就是你胡搅蛮缠，那更理亏。整个舆论战中，都是华为方用封闭式的回应来引导小鹏做出回应，而小鹏的回应则是用一种开放式的讨论来论证自己没有问题，只能频繁接招，再才让最后懂车帝的测试成为了绝杀。不光在舆论战中，小鹏会经常使用开放式问题，就在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上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。例如在 G9 的车型定价上，小鹏将其划分为多个组合，表面上看是尽可能的满足不同用户的购买需求，但实际上就和今天中午吃什么这种开放式问题一样，留给对方也既是用户的选择太多了，用户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来决定自己想要的车型。选定了烤肉又觉得火锅不错，但最近吃辣的太多，要不然就吃沙拉，沙拉又不好吃还贵，还不如吃肯德基。带入购车场景中，相差不大的价位所提供的选择太多了，纠结与抉择中，用户流失率就会增大，最终也导致 G9 这款优秀的产品没能打响第一炮，小鹏也只能连夜优化产品类型，简化用户选择过程。那么开放式问题就一定是错的吗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就应该少问这种开放式问题吗？并不是。开放式问题、封闭式问题其实常见于销售行为中，一个优秀的金牌销售会主动引导用户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并从中找到用户需求，以此推荐符合需求的产品，订单也就纷至沓来。他们往往会先使用开放式问题，这类问题会引出详细的回答，还有助于发掘顾客的特定需求或者隐藏需求。封闭式问题会引出回答是或否，它更有针对性，可以帮你快速收集具体信息，锁定用户需求。接触这类问题，你可以阐明或者确认你了解用户的需求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封闭式的问题有助于缩小选择范围，方便问问题的人精准打击，找出对应需求的产品，用户就会自己喊出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。开放式的问题用来搜集信息，封闭式的问题来引导你做出选择。这种行为同样适合舆论场，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：现实扭曲力。余承东根本就没有回答小鹏发来的问题 AEB 根本不能开，而是先用封闭式问题为这场辩论定调。你不懂 AEB， 将话题成功引导到你懂不懂上。
何小鹏回答：我懂，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EB。什么是 AEB？ 答案就不是是和否了，它更加开放，而开放式的回答就更利于华为方收集信息，找出你的漏洞。你既然说是营销，那我就邀请用户去试驾。你说我是小视频，那咱们当场试一试，并且最后定调说 AEB 不是纸上谈兵。而此时，即便没有懂车帝的测试，小鹏的回答依旧被封闭在是不是纸上谈兵上。懂车帝的测试也无非是加速了这场舆论战结束的进程。小鹏输并不是输在技术上，也不是输在舆论上，而是输在如何与华为吵架上。华为用娴熟的技巧引导讨论焦点，分散对方注意力，输赢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理想这么能发微博，理想汽车有十足的销量底气，也依旧要认怂的原因。那面对华为这种对手，或者说要成为华为这样的对手，哪一项能力至关重要呢？及时做出决策。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美国女飞行员阿美利亚·阿尔哈特曾说：别纠结于谁对谁错，重要的是找到解决方法。华为多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，面对负面舆论时，他的做法是从来不分辨谁对谁错，而是找出解决办法。同样的，苹果在面对 iPhone 6电池风波时，也选择了不解释自己行为的对错，而是提供解决方案。无论华为还是苹果，他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及时做出决策，即使在获得的信息不完整、不全面、时间紧迫和压力很大的时候也是如此。那小鹏是不擅长及时做出决策吗？恰恰相反，在面对G9定价争议上，以及面对诸多企业内部问题上，何小鹏能够及时调转船头，找出问题所在，并雷厉风行地执行决策，这些都是及时做出决策的表现。所以并不是小鹏做不好，反而是像未来在以用户为中心上一样做过了。正如何小鹏在声明中所说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而产生这种误会其实是没有全面考虑、参考更多信息就贸然做出结论，评价有伤 AEB 表现，并在采访中直接表述出来。而在之后的回应中也没有搜集更多信息，仅仅为了尽快做出决策而做出决策，让自己完全处在开放状态，将更多的漏洞暴露给对方。所以如何应对华为这种对手呢？要么是像小米一样质疑华为、理解华为、成为华为，要么是像苹果一样不理华为呢？小鹏拥有 G6、G9 这样优秀的产品，同样在智能驾驶方面有非常多的技术储备。何小鹏敢于直面企业自身问题，并且能够及时解决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的地方。这种以技术为核心路线的气质，也让小鹏在魏小李三家新势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。小鹏应该更加聚焦自己的产品特点，向用户继续阐述这些特点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，成功将是必然。因为小鹏证明了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全球最复杂、最庞大的交通环境中，有能力闯出一片属于中国用户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。自动驾驶不再是大洋彼岸的技术壁垒，而是属于每一个用户更安全、更智能、更放心的选择。如果说未来需要向华为学习如何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，小鹏需要学习华为及时做出决策，那全面学习华为的理想，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出自己的产品信息，总是强调并描述提供家庭出行解决方案，总是以产品能给用户带来的好处为宣传重点，甚至就连余承东都复刻理想的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这句营销词，两者之间相似之处如此之多，理想还需要向华为学习什么呢？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揭开2个关于理想的秘密，理想从华为身上学到了什么，理想还需要从华为身上学什么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解答一下，我们该如何回答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这个封闭式问题呢？很简单，只需要将这个封闭式问题转换成一个开放式问题反问回去，我做了哪些事情会让你产生这种疑问呢？然后无论对方回答什么，都用封闭式问题一击必杀，无论我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爱你的事实，不是吗？这就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，我是欧代大魔王，我们致力于用更简单的方式为你讲述更复杂的商业逻辑。如果你是产品经理、市场营销，亦或是企业管理者，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万字解读系列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3连打卡支持一下。